这是一位夜班计程车司机的经历。他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遇到了一位神秘的女性乘客。这位女性乘客穿着和服，突然出现在他的车上，只为了让司机尽快驾车离开。在行驶过程中，司机发现车辆的导航和通讯设备都出现了异常，而后发现女性乘客已经神秘消失，只留下了一块手帕和一封感谢信。信中暗示着她或许是一位空难罹难者。大家好，我是布莱德瑞。这是从在当计程车司机的父亲那里听来的故事。因为当时夜班薪资给的还不错的关系，父亲主要是在深夜开计程车工作。那一天，从早上开始，天空就下着蒙蒙小雨，但随着夜幕降临，雨势也渐渐变得越来越大。天气预报报道着，今晚因为预测会强降雨的关系，请晚间有要出行的市民们驾驶时多注意安全。我还记得当时听着天气预报而感到不安地对我父亲说，这种天气还要出门工作，要不休息一天吧。而父亲则回答我，没关系的啦，晚上车子比较好开，路上车子也不多，不会太堵，而且开车技术不好的人也不会挑这种日子开车出来闲逛啊。放着这么好的薪资，不赚白不赚啊。听到父亲这样说后，我也不好多说什么，只好和他交代了一下。总之，驾驶的时候要多注意安全，然后就目送父亲出门了。父亲在夜晚开车出门后，依循着和昨晚相同的路线驾车寻找载客。接着从父亲车上的车行无线电传来，要求在指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载客的信息。那是一个位置在郊外某处 A 公交车站的附近，要在晚上11点钟乘车预约。A 车站是一个在郊区山区的公交车站，附近如果要说有什么地点的话，也就只有一个养老院和墓园而已。因此到了晚上，其实并没有什么人会在附近走动。大雨之中，约10点50分左右，父亲在附近四处转了转之后，就把车停在了预约的地点。父亲在车上等待着。到了11点整点的时候，从车的后排传来了“すみません”不好意思的搭话声。父亲咦了一声，受到了惊吓，转头一看，已经有位穿着和服的女性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上车，并且坐在了后座。奇怪，车子的车门应该没有打开呀，是因为大雨我没有注意到吗？父亲这样想着。因为日本的计程车通常后座的车位是由司机从前面用拉杆操作开启，所以一般来说，乘客是无法自己直接上车的。但是司机操作的后门是单侧还是两侧，这是依照车体的设计为主，也是有一边能自己开车门的车型的。虽然带着些疑问，但眼前确实客人已经上车了的关系，所以父亲打了声招呼，就开始了工作。请问你要去哪里呢？接着女性乘客回答，等我一下哦。说完，车内陷入了沉默。而父亲在等那位女性的回答的时候，雨势变得更加的强劲。哎呀，没有台风，这天气还真是讨厌呐。父亲为了避开尴尬的沉默，努力与对方搭话。女乘客则回答说，是啊，但是我比较喜欢下雨就是了。不知道为什么天气晴朗的时候总是觉得有些不自在。听到客人这样的回答，父亲心里想着，还真有这么特别的人存在呀。这时女乘客对父亲说，
司机师傅，不管多少钱我都会付的。总之，先开吧。面对客人突如其来的发言，父亲先是愣了一下，回答了句：“啊？”然后一阵语塞，又看了一下那个女乘客的表情，心里就想：哎呀妈呀，先开车吧，也许车子在走的时候他就会改变主意了吧。一边这样想着，而且也没有理由拒绝客人的要求，父亲发动了车子。但就在路上开着的时候，父亲觉得车子的状况有些奇怪，按了导航的按钮， GPS 无法顺利的运行，和车行用无线电通话也联系不上。父亲心里想着，难道是因为大雨的关系吗？继续这样放着不管，感觉也不太妥当的父亲就把车子停了下来，和后座的女乘客对话了一下。小姐，这附近我比较不常来，路况也不太熟悉，如果方便的话，能麻烦你给我指个路吗？一边这样说着，父亲便转头要和女乘客对话，但一转头却发现，原先应该坐在后座的女乘客，不知道什么时候早已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后座座位上放着的一块小手帕。父亲检查了那块小手帕后，发现里面包裹着一张信纸与一张1万元的钞票，而信纸内写着这些内容：虽然只是很短暂的时间，但是感谢您，托您的福，我已毫无遗憾，能够到天国去旅行了。事后才知道的， A 车站附近的山区曾经发生过有名的空难。日本曾经发生过2起严重的空难，分别是1982年的日航350空难和1984年的日航123空难。日本航空350号航班是一架由九州福冈机场飞往东京羽田国际机场的国内客机航班。此航班在1982年2月9日从东京湾飞往东京羽田国际机场途中坠毁。这起空难也是日本航空在1980年代的第一宗坠机事故。而日本航空123号班机是于1974年1月28日首飞，同年2月19日交付给日本航空，是一架波音专门制造给日航的短程航机。此班机是由东京羽田国际机场飞往大阪国际机场的定期航班。空难发生于1985年8月12日。123号航班从东京羽田国际机场起飞，于18时56分在群马县多野郡上野村附近，距离东京约100公里的高天原山山脊坠毁。父亲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时候，也同时说了，也许那位乘客是因为空难而亡故的旅客吧。而经过这件事以后，每年父亲都会到事故地点的慰灵碑处去悼念。